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现在天气逐渐变冷，而且气候干燥，这个时候我们要多吃一些蔬菜。我今天就用一把芹菜和一碗面粉来分享一个您从没吃过的做法，比馒头好吃，比做馅饼简单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把这样的西芹，做这道美食呢，一定要选择这个西芹，这样做出来会更好吃。我们先把芹菜的根部切下来，不要了，再把芹菜一根一根的掰下来，然后把芹菜叶子摘下来，这个叶子不要扔了，把它放到菜篮子里边，等一下用。摘好的芹菜先放一旁，接着把摘好的芹菜叶子放入清水中，给它好好的清洗一下，洗去表面的灰尘和杂质，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入菜篮子里边控干水分。接着另准备一盆清水，把芹菜放入清水中，给它好好的清洗一下，特别是芹菜根部这里有许多的泥沙，一定要用手给它搓洗干净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到菜篮子里边，先放一旁备用。锅中水提前烧开，往里边加2勺食用油，再加2勺食盐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搅拌至食盐化开，搅匀后再把芹菜叶子放入锅中，给它焯水2分钟，把芹菜叶子烫软。这里加食用油呢，可以锁住芹菜的营养，让芹菜保持翠绿的颜色，加食盐可以提前入一个底味。烧开后就可以用筷子夹出来，迅速放凉水中过凉，这样芹菜的叶子会更加的翠绿。放凉后再给它控水捞出，用力挤干芹菜的水分，挤得越干越好。再把挤干水分的芹菜放到案板上，先给它切成小段，切好后再用刀剁一剁，给它剁得碎一些，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再把它放入大碗中，接着准备3个鸡蛋，把它倒入芹菜的碗中，加入4克酵母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再倒入350克普通面粉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。在搅拌的过程中，如果觉得太干，可以加一些清水，如果觉得太稀，就再加一些面粉，最后搅拌成这种面絮状。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，这个面团需要多揉一会儿，最后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就可以。再把它放另外一个大碗中，用手轻轻按扁，把表面整理平整，然后淋少许食用油，用手抹匀，防止等一下面发起来的时候沾到保鲜膜上。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放一旁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再把芹菜处理一下，取一根芹菜放在案板上，用刀轻轻拍一下，这样芹菜更容易入味，然后给它切成长段，长度约6到8厘米左右，然后再把芹菜切成细丝，尽量切得细一些，最后再切成芹菜丁，也是切得越碎越好。切好后放入大碗中，往里边加2勺食盐，用筷子搅拌一下，让每一根芹菜都能裹上一层食盐。搅匀后放一旁腌制10分钟，把芹菜多余的水分腌出来。接着再准备小把木耳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往里边加2勺白糖，再加1勺白醋，倒入适量的热水没过木耳，用筷子搅拌搅拌，让木耳受热均匀。搅匀后放一旁浸泡10分钟，把木耳泡发泡大。接着再准备半根去皮的胡萝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些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胡萝卜丁。切好后放入盘中，再准备几根小葱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切成葱花。切好后也放入盘中。现在的木耳也泡得差不多了，看一下木耳变得大朵大朵的，再把木耳好好的清洗一下，用手搓洗干净。清洗一遍之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在案板上，先把木耳切成细丝，
再切成木耳丁，尽量剁得碎一些。剁好后放入盘中。现在的芹菜腌得差不多了，看一下芹菜已经腌出了这么多的水分。再准备一块干净的纱布，把芹菜倒进纱布里，用纱布包起来，用力挤干芹菜的水分，尽量多挤一会儿，挤得越干越好。再把挤干水分的芹菜放入大碗中，把木耳、胡萝卜丁和葱花全部放进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3个鸡蛋，把它倒入小碗中，用筷子搅散。搅散后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油热后倒入鸡蛋液，用筷子快速搅拌成鸡蛋碎，全程开大火翻炒。炒的过程中要不停地搅拌，防止炒糊了。最后翻炒成这样的鸡蛋碎就可以，再把它盛出来放芹菜的碗中。现在来调一下味，加勺蚝油，加一点点生抽，加勺食盐，加适量的胡椒粉，再加一点点五香粉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像这样我们的芹菜馅就调好了，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也发酵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。戳一根筷子下去不回缩，里面呈蜂窝状，说明就发酵好了。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把面团取出来放到面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拍拍气，尽量多揉一会儿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。气孔排干净后，再把面团揉圆揉光滑，然后给它搓成长条，也不用搓得太细了，像视频中这样的长条就可以。再分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，每个面剂约25克左右。切好之后，取一个面剂放到案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由外向内揉，把表面揉光滑了。表面揉光滑后，再把底部收严实，然后翻个面整理一下，最后整理成这样一个圆溜溜的小面团就可以。剩下的面就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揉成面团，依次放到案板上，全部揉好后，取最开始揉好的面团，剩下的盖上保鲜膜，防止风干了。再把面团放到案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薄擀大，给它擀成和饺子皮一样薄厚的面皮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放上刚做好的芹菜馅，馅料呢放1到2勺。然后像包包子一样给它收口，给它捏出褶皱。收口处一定要捏紧实了，防止露馅。包好后再稍微整理一下，像这样一个包子生胚就包好了。剩下的面团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包上馅料。全部做好后，准备一个不粘平底锅，先不用开火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。刷匀后，再把做好的包子生胚一个一个的放入锅中，全部放进来以后，盖上盖子，2次发酵20分钟。20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2次发酵好了。然后开小火先烙2分钟，把底部烙至金黄。2分钟后取出一个包子出来看一下底部金黄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再把它放回锅中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没过包子的1/3处，再盖上盖子，用中小火焖5分钟，把汤汁收干。听到锅中发出滋滋滋的声音，再关火焖2分钟，再打开盖子。哇，好香啊！浓浓的芹菜香味扑鼻而来，颜色翠绿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已经熟了。再利用一个大一点的盘子帮助它出锅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芹菜水煎包就做好了，颜色翠绿，看着就很有食欲，而且有一股浓郁的芹菜香味。这样做的芹菜包子底部金黄酥脆，上层松软咸香，而且这样调的馅料鲜香味美，特别好吃。因为是用酵母发酵的，好吃又容易消化，一口咬下去，一股浓郁的芹菜香味扑鼻而来，真的是太香了。
我们一次可以多做一些，一顿吃不完的，把它放进保鲜盒里密封起来，放冰箱冷冻保存，放上1个月都不会坏。想吃的时候拿出来蒸熟就可以吃了，非常的简单方便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